文翰先生，别忘了，我们互相讨厌，水火不容，只是协议结婚。那又怎样？至少我们身体很契合，不是吗？哎呀，追了这么久的剧，男女主终于解开误会了。你回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一个人玩得挺疯啊。谁玩了？我要洗澡，你洗吗？不洗，要洗去客房洗。怕什么呀？等一下不还是要脱吗？文汉卿，你干嘛？放手！省点力气，等下再叫。你，文汉卿，你别忘了，我们互相讨厌，水火不容，只是协议结婚。你这样，我告你休嚷吧。那又怎样？至少你很享受，不是吗？什么高冷男神、禁欲学霸，呸，根本就是禽兽。哎，我当初是被我爸气疯了吗？才会脑袋不清楚，跟这个死对头结婚。站在那干嘛？被操傻了？你敢把烟味带进来，今晚就把你关柴房。这么凶啊？文汉卿，你活闷儿了是不是？你身上也有，一起洗吧，时间还早，再折腾会……文汉卿，你这个混蛋，放我下来！哎呀，乱摸什么？文汉卿，昨晚睡得好吗？不好。眼见为凭，要不要看看床单再说话？女人有时候演技是会骗人的，不要输不起。一大早就遇到这场面，像老鼠鸡的拦我了。林婉，你和文总一直都是死对头，一点就炸。以后看到他们一起，他绕路走。之前的企划案好。对了，我听说文总好像搞定了盛唐国际的新开发案，顾总找的这个合伙人还真有2把刷子，人又帅又有理，能力又强。公司里的小姑娘们个个都迷他迷疯了。切，那渣男长得倒是人模人样，能跟绅士扯上关系。我听说他是同性恋。你又从哪里牵来的八卦？经销部有个马天雅，听说他出差的时候半夜去敲他房门，然后呢，他让他进去了。让他进去了，我还能说他是同性恋？
他不仅没让他进去，还隔着门板说话，这下把马天亚气疯了，扬言1个月内要拿下他。不好说，祝他好运吧。进来。温妮姐，清风的设计案驳回了。汉卿，要不要去吃午餐？等一下，有人要来。秦风的设计案为什么驳回？理由呢？没有理由，对方说不合适。不合适？你现在才跟我说不合适？都通过3审了，我们设计部花了大半年的时间，马上就要投标了，你跟我说不合适？驳回，理由也没有，修改方向也没有，要我从哪里开始改？不是啦，婉妮，你先别急。我本来想明天下午带你去清风居，我们要不要先去吃午餐？我约了人。哎，说来也奇怪，你向来桃花运旺得很，遇到你啊，就算是铁金刚也能变成粉红芭比。为什么你跟林婉你一见面就吵？大概是爱而不得吧。你还挺幽默的，不怕他听见咬死你。那我得小心点了。曾总、吴总，你们也去吃饭呀？别杀人，我没把他脖子扭断，已经很冷静了。介意我们坐这吗？王八蛋！今天天气不错。是啊是啊，那个明文街新开的那个商场，听说很好吃。介意我坐这吗？文总，没想到你也喜欢吃这个。我知道有家很不错的餐厅，我带你去好不好？婉言，你怎么了？哈哈，没事。刚才是不是太冒昧了？我第一次约人。对了，文总，盛唐国际的几个方案，有些地方想请教你，可以加个微信吗？方案的事等会开会再说吧，我不常用微信。道貌岸然，这个马天雅有点料哦。我押5毛渡文汉卿那家伙，5天内被他拿下。是点好的吧你？难道私生活有什么好赌的？少废话，赶紧下注。其他部门都开盘了，我还想等马天雅得手后告诉我，文汉卿在床上能打几分呢？是不是跟本人一样，看起来那么有格调？我押100。文汉卿床上功夫跟他的嘴一样烂。今晚洗干净等我。怎么发给他了？请问哪位是林婉妮小姐？
我是林小姐，这是陈先生为你点的花，请签收。还是上次那位陈经理吗？他真有毅力啊！婉妮姐，你就收下吧。玩你人气还是一直猛爆啊！咱们办公室以后不用买花了吧？啊，是啊，看什么看？本小姐行情好得很。为你这人气确实爆，不过私生活跟工作还是分开比较好。我这个人向来公私分明，不劳您费心。那就最好了，不然我们云红快变成二手花店了。您多虑了，至少我不会这么饥不择食，端挑锅边草吃。那个，要不吃完再聊？我吃饱了，再见。我也吃饱了。那我们3吃吧，吃吧吃吧。这照片是多久以前的了？要不要我换张新的给你？不用，上班时间请勿这旁骚扰。金峰那边我查过了，是象牙广告抢走的。他们老板娘是金峰3公子的小姨子，有这层裙带关系，这才是方案最终没通过的原因。我就说嘛，明明之前进行的那么顺利，怎么到了最后关头居然被翻盘了？不过呢，事情也不是毫无转机。还有一位决策人，我和顾宁打算今晚约他吃饭。我也要去。原来你们在这里啊！人我约好了，面顶楼3号包辆。凡你记得把你的设计方案带上，我先去开车。好。对了，这位决策人今天才刚回国，我好不容易才得到消息，把他拦了下来。今晚一定要搞定他。京东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要拿下来。看什么呢？果然是我看错了。还好没迟到，快上去吧。你们2个今天感情不错嘛？顺手而已，你就当我顺势风度吧。你看这个方案，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谁敢？哪里不行？沈总，宁总今晚破费了。哎呀，哪有的事，快请坐。怎么是他？介意我坐这吗？请坐。你刚跟沈依然说什么？他在追你吗？是啊，我们在一起了。文翰亲丢了叽，怎么那么大声？就是。沈总，这位是林婉妮，是我们公司的金牌设计监，她的设计广受好评。我知道，他是我高中同学。哦，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重逢。是啊，好久不见。没想到文师兄也在。世界真小，左边初恋，右边现任，老天爷这样玩我！沈总和我们汉卿也是高中同学，同校的。那时候，文师兄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高中？那也汉卿跟文野不也是同校的？怎么没听他们提过？文师兄现在也在云红，算是吧。其实他有很多公司，存红也只不过是……太惨了，我们边吃边聊。这黄鱼很新鲜，你尝尝。我没筷子吗？这么尴尬。夏夏，夏夏。
沈总，关于我们2家公司的合作，我有一些新想法。也就是说，我们云鸿也有机会可以参与锦丰这个设计案，是吗？当然，坤鸿是业界知名的设计行，林婉你的设计自成一派，这些年我都有留意。其实你很适合金丰，不过一个案子要通过，需要领导同意。是。正好下个月我们会邀请业界知名的设计系，如果云鸿有兴趣的话，那就婉你怎么了？没事啊。林总今天酒量不太好，再喝下去不婚得回家了。也是我考虑不周。时间也不早了，如果有新消息，我会让助理及时联系顾总。今天感谢沈总赏光，那我送一下去，另叫代驾。林正和我住一起，我会安全送他到家，不劳沈总费心。别这么说，毕竟孤男寡女，还是让我秘书送2位回家吧。何况婉你一个女生，喝醉回家没人照顾。谁说没人照顾？我有室友。沈总请。别乱摸。真小气，你摸的还少吧？回去再好好算账。我的名片。设计案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那就多谢沈总了。沈总挺好沟通的嘛，没外面传的那么是蛮相处。配置，主要是那我呢？自己叫车吧，你的车今晚我开。行。文汉卿，你是不是活闷儿了？你包里装大药了，这么重？怎么还没个30就不行了？等一下你就知道我行不行了。怎么？现在想拖时间玩情趣啊？我还没卸妆呢。晚了。我加你好友呢，记得通过一下。他这是怎么了？林婉你啊，
他不是跟沈依然交往吗？男友提前出国了，肯定很伤心吧？估计是分手了吧？既然走了，回来干什么？我花这么多钱教你读书，你就是在那回报我？除了让我脸上无光，你还会做什么？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别说了。哼，现在才知道丢脸，早干嘛去了？早知你让我这么丢脸，我宁可没生过你这个女儿。为什么在他眼中，我总是让他丢脸？婉你，醒醒！干嘛啦？欠揍是不是？看你流的眼泪，枕头都湿了。还一直叫沈依然，怎么着？想再续前缘啊？我梦里一直喊沈依然。你肯定听错了，我梦里压根本没梦到沈依然，全是林志文。我耳朵没毛病，谁在欲盖弥彰，自己心里清楚。昨晚跟沈依然眉来眼去的，你该不会是吃错了吧？放狗屁！我是怕有些人不知道天高地厚，给我戴绿帽子。我跟沈依然才交往3个月，连联系方式都没有。那你之前不还跟方慧？我跟方慧那是……这么关心我？我才不想知道呢，不想说就别说。看一下基本数据，这个月达到了预售额的766。这死男人疯了吗？下个季度的预算当中呢，不管是这份合约产生的所有费用，看到没？一大串。原来文总喜欢狂野小野猫。只有我想知道，他是跟男的还是女的吗？别多说了，都很有料。吃点好的吧，等他把你方案打回的时候，看你还磕不磕得动。我们希望呢。今天的会议就到这，散会。昨晚散场后去哪寻欢作乐了？做中文偷吃，至少也擦前酱点吧。你不知道外面已经看了你一早上笑话了，哪找的姑娘这么猛？不过也是，你也该考虑终身大事。我这是光明正大的事，什么偷吃，会不会说话？够了，我看秦风那边还有机会，我打算明天再带林婉你去出差。秦风，我也去。你不是才出差回来？那又怎样？公司能赚钱，我也有分红。再说，林婉你不适合应酬。好吧。别以为拿姜糖玫瑰就能挽回我们岌岌可危的婚姻，我不是那么容易被收买的人。谁送你的玫瑰？期待与你合作。哇，这……哟，要是谁在追你啊？客户送的而已，什么追不追的。看来这位没希望了。哦，对了，顾总说明年带我们跟文总一起出差去金峰。我知道这事，但怎么又多了个文汉卿？那我就不知道了。今天不做头等舱。怕你嫌我乱花钱，帮你省点嘛。你找死啊！小声点儿。
不会吧，文总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招惹林婉你，千万别打起来啊！哼！婉你，我去下洗手间，行李先放这。好。这么多空位，非要靠这么近，找死啊！我这不是想离老婆近一点吗？真巧，我能坐这吗？沈总真会开玩笑？当然。不行。不然我走，你坐这。沈总，要不你和我坐这呢？好，试试。什么意思？你有病啊！那么多空位不坐，偏要跟这两人到一个位置。可是傅乙毕业后开了投资公司，怎么会在云鸿？沈总这么关心我，只是顺便问问。那你就不用费心了，只要我在云鸿一天，你就永远别想当这家公司的老板。你一点都没变，你也一样。要不要来看看，这一次会不会像上学时一样？尽管来世。前往江北的旅客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请立即前往5号登机口登机。要登机了，睡得跟猪一样。等我一下。我还以为沈总会跟我们住同一家酒店呢。怎么可能？要是这么做，别人又要说我们投机取巧了。这叫避嫌。好了，今晚咱们就在这儿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去尔清清风打一场硬仗。今晚所有花费我包了。顾总客气，谢谢顾总。走吧。这地方不错吧？后面有温泉，还有酒吧，可以来场艳遇，解决你的终身大事。我跟你不是一路人。顾总，你订的这家是温泉酒店，怎么不早说呀？我们都没带泳衣。肩膀去凯不就好，旁边就有商业街可以逛啊。走吧。跟你们说，我上次去的温泉超棒的。不准买比基尼，高开叉。你们先走，我有点事，脏衣服自由，谢谢。那温泉见喽。走吧。关你屁事。你干嘛啦？吓死我了！这件可是里面最好看的，而且这个红色超显肤白。好，去换吧。这么好说话？那我去换了。浴室还是卧室，你自己选。你，喂！你该不会是
不然你自己试试看。奇怪，林婉你怎么不接电话呀？那我们先去玩，反正他泡温泉也看得到我们。走吧，走吧。你这样，我怎么穿泳衣啦？无耻！再狠一点。下线。还好啦。王八蛋，龟儿子！我要是王八蛋，也就得给我生个不稳死。你衣服借你，不用客气。来试试，刚才一个帅哥请我喝的。刚才那个帅哥不香了，怎么忘了我们公司还有个名品？文佐好帅，好有魅力，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双标鬼不着我穿有皮，自己倒搔首弄姿，衣衫不整。这温泉不错。喂，叫我们吗？这两人怎么碰到一起？总是针尖对麦芒的。习惯就好，他们经常这样，我们玩我们的。叫谁呢？我还是他？应该是你。怎样？谁叫你只穿泳虎下来？我没自由，谈什么你穿这么暴露？我唯一件休闲衬衫在你那，要我穿西装下来？门口商店有卖的20块，便宜你了。这么想我穿，吃醋了？不穿拉倒。哦，就当我心肠好，满足你。门口商店卖的都是花衬衫，取死你！其实这样看来，文总和林婉你的关系好像也不是很差，你也觉得吧？有时看他们俩，感觉挺恩爱的。蛮好嗑的，这样你们也能嗑？他们不可能在一起的。文汉卿有喜欢的人了。曾有喜欢的人？不会是我们公司的吧？我完全没看出来。不会是男生吧？都在那，我们过去合照吧。去我房间。不要！你那床单怎么睡？还不都因为你？去我那洗漱吧，明早再回来，再换衣服也一样。明天招标会的座位，把尤红叫到前面。设计师要坐前面，和他公司的领导坐一起。好的，老板。文汉卿，你突然把我拽起来，我连洗面乳都没带。在你行李箱里。老地方。对了，把我的面膜也带一些过来，风吹得我脸都浅了。好。是我记错了吗？这才是你的房间吧？这大半夜要去哪？
你来找我呀？啊，找你喝一杯。走了。这不是我房间，我走错了。这隔壁呢？那你怎么进去的？这门没关好。我今天不太舒服，明天吧，明天我请你喝，好吗？明天。干嘛？你都说不舒服了，我还能放你一个人在这？这么多年的朋友了，还把我当外人啊？哎，干嘛？藏人了，怕成这样。不是，无聊。1楼酒吧可是有不少好酒呢，我特地带来给你尝尝。咱们今晚啊，放松一下压力。你觉得沈毅然跟咱们说的那些话有几分真？我跟你说过了，已经很清楚了。总之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觉得你对这堆牵线这么大，你以前是不是打球去给他了？就他，从没见过你对除了林婉你以外的人有过这么幼稚的情绪。我努力赚钱，就是为了不用看别人脸色。我已经够委屈了。说起来，你为什么会突然投资零度型？我记得以前你都看不上我们这种小公司。把小公司做大才有趣，不是吗？也是，你向来喜欢挑战。我听说尚雅的人今晚请沈毅然吃饭了，我们是不是太老实了？放心吧，沈毅然不会告诉他们明确的方向。你确定？他才刚校乐，小还没上过，怎会这么快收我？我怎么听见手机震动啊？你听错了，不可能，我耳朵灵得很。桌子下面肯定有东西。啊，我的手机响了，掉到地上了。我就说嘛。你觉得尚雅那只老狐狸侯启明，他阴险狡飒，今天不太舒服，要休息了，改天再聊吧。酒留下来。留下来？为什么不加我好友？沈毅然，他这时候加我什么意思？吓死我了！你干嘛？对着我偷人了？谁偷人了？又不是我先联系他的。那这短信你怎么回？拉黑啊！不怕得罪大客户了？他又不是在上班时间联系我，这大半夜的，他心里想什么？大家都知道。认真的。你很无聊耶。这位同学，你偷偷带手机来学校，这违反了学生会规定。学长，千万不要告诉老师，我嫌你土人。这么乖呀？还搞校园剧情啊？你不觉得恶心吗？文汉卿，彼此，不知道谁。我出差的那些日子，玩得比我还疯。你这不是把我推上风口浪尖吗？涂总，好久不见。侯总，请。林间越来越漂亮了。侯总，见笑了。阿里，你可是云鸿集团的得力干将啊！哎，对了，以后如果顾总对你不好，我们尚雅随时欢迎你。侯总，您这厨户啊，灰到我脑门上来了。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小气。怎么，我跟美女说两句都不亮了？请各位贵坤就坐，琼标即将开始。既然都到齐了，那就开始吧。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介绍我们公司的设计方案。我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接下来是哪家公司？我们先来吧。不介意吧？毕竟永恒集团杀逐通中，应该不会怯场吧？而且我们也想向前辈请教学习。没想到失血的设计风格完全改变了。我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最后一苦，云部的设计师准备好了吗？大家好，我是云虹设计行的设计总监林婉妮。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设计图稿。这次的设计，我们是依据景峰提供的资料与风格而定。我们了解景峰一直以来的企业文化，因此在原有的设计上做了一些创新与改变。比如这边，到时候这边会有一扇大窗，在景峰这边，底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广场。我们玩你啊，真给公司争气。要自豪也是我自豪，你扩什么热闹？我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请各位移步，休息室稍后，我们需要讨论协商一下。看没有什么想法？金峰一路走来嘛是过了，最辉煌的时刻，现在如何守成，并改变策略，成了他们最需要的。这些年，你从来没想过再见我一面吗？没有。你还是老样子，一样这么直接。我们之间什么状况你会不知道？在这装什么装？有意义吗？一会加我微信，一会又接近我老板，一会又安排座位，又送花给我，咱们能别这样了吗？真无聊，可以吗？婉妮，现在是休息时间，我不是金峰的沈总，你也不是存红的监事，就以同学的身份相处，难道不行吗？你想说什么？我很想你，准确来说，我一直忘不了你。李婉妮，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没打扰你们帮忙了。没事，我只是和林坚讨论设计想法。你干嘛啦？他跟你说了什么？别想含糊过去。这么想知道？我不想知道，但我有权知道。快说。本来想告诉你的，但看你这么好奇，我决定让你急死。确定？我有的是办法逼你说出。算了算了，告诉你也无妨。他在发疯，以为我还对他念念不忘，想再体验校园时光。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我不喜欢他，不喜欢还跟他交往？那当初我也不喜欢你，还不是跟你结婚了？你还真随便。说的好像当初你跟我结婚是有多爱我一样，彼此。够了，休息时间结束，该公布结果了，走吧。各公司的设计不相上下，经金峰内部决定，我们认为再给大家3天时间，到金峰工地看看，谁能掌握更棒的创意链。届时由理事会及王阳董事长亲自决定，后续的设计由哪家公司采用。沈总，3天的时间恐怕不够吧？不需要完整设计，只要外观立面。有具体方向吗？金峰就是方向。同时，金峰大楼的字迹史料都会交到各位手上。如果有任何需要协助之处，可联系公司内部负责接洽人员。3天后见。
我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分2组吧，我带摄影机去工地，你留下来看资料。等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你的想法。酒店见。我也去。怎么了？没灵感啊？我把最好的设计都放在之前的方案了，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大楼，一时之间，我觉得都不如之前的设计。这不像你，林大坚认输了？怎么可能？沈毅然就是搞不定集团的裙带关系，才把这难题甩给我们的。我就不信搞不定他们。那就拭目以待，今年的分红就看这一单了。那你还敢得罪我？要是不好好伺候我，就没分红给你。这里别什么人，这里也挺刺激。那我好好伺候您吧，林大坚。去你的！我在工作呢，时间紧迫，赶紧回去跟他们对接后续的设计方案。你们来了，那咱们就开始吧。好吧，大家都去休息吧。那你呢？还有1天时间，我再想想吧。你不走啊？我留下来单独，怕你偷懒。在看什么？看得这么入迷？过来。他好像特别喜欢竹子。我知道该怎么设计了，你等着。你们来的正好，快探探。温妮，你一晚上没睡啊？这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跟我们之前的设计方案好像完全不同。我们就是被第1版方案限制住了，真的太厉害了！还等什么啊？该细化的去细化，该做方案的去做方案。开工！3天时间已到，想必大家都已准备就绪。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各位好，接下来由我来讲解我们公司修改后的方案。裂风壳没什么改变，但比上一把好太多了，看来都是志在必得。我的讲解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好，我这次的设计是以生态景观为出发点。他疯了吗？不是说好以景风为主，怎么会靠生态景观？景风的选址极为巧妙，可以预见未来广场景观优势以及地貌将会是一个地理位置和景观属性这一块未来将是发展的核心区域，而景风主要要经营的目标只能是制造和数位化创新，这才是景风大楼要升华的主题与重点。我司针对景风未来考量与设计理念做出以下设计：
这是我们的宋子楼概念图以及立面图。接下来，请容我情绪讲解。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民间事是吧？我想请问，为什么以生态景观为出发点？其实只是投机取巧，因为王董事您的自传里面曾经说过，您的梦想就是致力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些年来，您一直为社会环境做出贡献，因此我大胆猜想，您一开始对我们的设计方案不满意，原因是我们未能保护好景峰大楼后面的那座天然湿地郭堰。谢谢你的解答。我们已充分了解各位的设计方案，请大家稍等片刻，待投票表决后，我会第一时间公布结果。我们这次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风险伴随机会。再说了，大家的设计都很华丽，他们也没看上，说不定我赌对了呢。则很咖，毕竟还是资本家。如果大楼和地标实地枯堰格格不入，只会沦为吐槽的笑柄。来了，让各位久等了。现在由我宣布，景峰大厦设计案投标的合作方，恭喜云虹设计师。寇总、王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林监事，前途无量，我很欣赏你的设计。王总，谢谢您的肯定。那我先失陪了。恭喜，期待跟你合作。沈董太客气了，有事找我就好。吴总，我们是不是也该走了？沈总，那我们先走了。安妮，你就是我的神，气球架得太漂亮了。杯酒，杯酒。好了啊，这2天大家辛苦了，回去之后啊，给大家放一天假。我送你们吧。送他们吧，我开车来的。好，那你们2位跟我来。走。温妮，你不走吗？那个，你们先走，我等下自己叫车，我回父母家。哦，好吧，路上小心。林大管，现在撒我，脸都不红了。我说叫车，又没说错。你干嘛？今晚你得跟我走。凭什么？爸说了，回家吃饭。哪个爸？你爸。水果饮料都改好了，有什么要带的吗？我今天的妆是不是太浓了？不会啊。口红会不会太红？就普通豆沙色呀。走吧，走吧，早死晚死都得死。要是去迟了，还得被骂一顿。汉卿来了，老连，孩子们都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怎么还要我亲自出来迎接？爸，叫人都不会叫，畏畏缩缩的。爸，又带东西啊？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以后来不用这么客气。应该的。妈在厨房吗？我去帮忙。不用不用，厨房那些事儿不是男人该做的。婉妮，你去。都嫁人了，就要有个当老婆的样子。每次来都叫汉卿拿这么多东西，要是被人看到，会说你不懂事。爸，我爸都说了，幸好婉妮脾气好，不然的话，像我这样根本娶不到老婆。婉妮，帮我把外套放你房间吧。去吧。你就嘴巴甜，他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别去你家给我丢人就好。爸，我绘画比赛得了全市1等奖。比赛有什么用？画画能当饭吃？整天搞这些没用的东西，学习成绩才会这么差。永远只会觉得我丢人。婉妮，
汉卿都回来了，你就没事了？躲在房间里什么也不做，你这样人家会说你没家教的。怕我给你丢人？孩子们难得回来一趟，干嘛说他？喂喂，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香菇版的鸡，快过来吃。这2年翅膀硬了，说2句都不行。汉卿，来喝一杯。你们这是刚出差回来吗？这次啊，多亏了婉妮，她的设计深受甲方喜爱，为公司拿回了一个大合约。真的吗，温妮？太棒了！工作工作，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跟汉卿结婚2、3年了，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我跟你妈现在都有空，你们早点生个孩子，我们好帮你带啊。女人嘛，还是要以家庭为重。你这每天没日没夜的熬，那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大胖小子？我不想生孩子，我还没准备好成为一个妈妈，这几年不考虑。你要造反是不是？你又不是皇帝，造什么反？再说了，要不要孩子难道不是我自己的事吗？爸，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年轻，还不到要孩子的时候。年轻？你们都快30了，再过几年生，她都成高龄产妇了。到那个时候生，会有危险的。再说了，早点生，不是可以多生几个吗？我吃饱了。我还没说完呢，你要干嘛？我去看看。好了，没事了。我有事，我就不该回来，烦死了！我根本就不该回来。下次周末我们在家过。文汉卿，我不喜欢这个家。我知道。汉卿啊，你这孩子我特别喜欢，婉妮能嫁给你，我非常非常满意。婉妮这孩子打小就叛逆，从来不听我的话，搞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了。我嘴笨，不会说话，他脾气不好。你呀，要是有事，多让着他点儿。好，敬您。好。我没事了。是不是没吃饱？我带你去吃点东西。我知道前面有一家开了30年的烤鱼店，味道特别正宗，我带你去。之前都不带我去，还不是因为你天天跟我斗嘴。走吧。你干嘛？过来。你不会突然不想吃了吧？快点。好好的亲我干嘛？脸皮这么厚，还会脸红啊？要你管我？如何？没骗你吧？那家烤鱼店的味道是不是很棒？勉强能吃吧。他怎么会在这？你真的看我了吗？我私底下跟他们没有任何往来。谢谢什么呀？我什么都没说嘛。我哪有心虚？喂，你要去哪？我去找沈毅然。找他干嘛？万一他只是路过呢？你这样，喂，回来，回就回嘛，那么凶干嘛？我不是来找你的。我当然知道，一个男人在这等着另一个女人，你在想什么我清楚。
既然我也等不到人，你还在怕什么？既然当初薛安舍惹枣儿，就别再回来死缠烂打。我后悔了还不行吗？当初为什么追他，非要我说明白吗？如果及时收手，还能给彼此留下好印象。你真以为他知道后还会叫你沈总吗？沈毅然，你当初说走就走，根本没把她当成女友吧？我会补钟的。他不需要。你凭什么替他做决定？你跟他什么关系？就瞧我不会因为跟兄弟打过才去追他，追到手又说走就走，毫无留恋。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你又懂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除了工作问题，不要再来纠缠他。玫瑰送给合适的人比较好。别人的女人少打主意。好看吗？喂，我的发型！你们刚才聊什么？很想知道。小伙子跟他出门周末？你怎样？没说上话？怕什么气？有事快说。你要是想下去会初恋，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去。我是说，高中我们就看彼此不顺眼，大学更是冷淡如冰，到了公司更是水火不容，怎么就成夫妻了？那你想跟谁结婚啊？沈毅然吗？我问你啊，你那个时候怎么就答应跟我结婚了？林婉妮，你翅膀硬了是吧？你才刚毕业，工作也不稳定，这我就不说你了。你又不考公务员，非要去什么装潢公司，去当什么室内设计师。好，我倒要看看你能找到什么样的。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25岁前不结婚，让我脸上无光，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不管我做什么，你都觉得我给你丢脸。你明天相亲，你必须去。借个火。没带。那你怎么点的？用我的3昧真火行吗？要不要跟我结婚？行啊，明天登记。你也是被逼婚的？没办法，正好遇到我这个聪明可爱、冰雪聪明的小仙女出现在你面前，你就招架不住，训杆子爬下来啦。确实有点把持不住。跟你说正事呢。夫妻情趣不是正事啊。喂，直去你干嘛？我生理期到了，家里没有多的卫生棉了，这些不是都该你管吗？快去帮我买啦！林大监，你怎么不乾脆让我替你来例假呢？之前是谁说的？我只要拎包入住就好，什么都不用管。现在想反悔是吧？我倒是有办法，可以让你10个月不来生理期，要不要试试？哎呀，滚啦！快去帮我买啦！好，刚好家里日用品快用完了。一起去吧。不去。雀哥你好帅啊，我能加个微信吗？家里管很严，你们再站这里，我回家要被鞭刑了。
哟，逛个超市都有人搭他，文总魅力无边。看来家里的醋不用买了。谁说我吃醋了？厚脸皮。那你怎么酸溜溜的？我这叫合理揣测，哪有酸溜溜？我看你就是戴有色眼镜看我。我看你的眼神，确实不曾清白。这可是便利商店，你发情也要有限度。真想把你这副样子拍给高中时期暗恋你的那些迷妹们，什么高冷校草不近女色，什么禁欲学霸，我看都是对你最大的误解。我可没立过这种人设，而且只有我对某种运动的热爱程度。你口中的文汉卿，肯定是同学们幻想出来的。小心，汉卿，汉卿，这么巧？真的很巧。这是你的女朋友？我太太结婚3年了。你也认识林婉你吧？怎么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啊？抱歉，你都说结婚3年了，是我太精炼了。那恭喜你们。那你忙吧。那个，我来找个随身碟。在这。哦，谢谢。另外我跟汉卿在这里的事，能不能帮我保密？我不会说的。哎，你那时候为什么跟方慧分手？因为异地恋？信不信由你，我们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既然不是我想的那样，你倒是说说，到底是怎样？这事不能说，说了你尾巴敲上天。不想说就不说，还把招甩给我，你干嘛跟他说我们是夫妻？他不会说出去的，这件事会烂在肚子里。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你这脑袋是怎么当上设计总监的？你这什么态度？你不是我的八卦搭子吗？怎么样？气死你！看我打扁你的头！开了一上午会了，我们买杯咖啡，咱切来吃吧。这次我们把金峰的案子拿下了，尚雅那群人肯定气死。成者为王，他们应该早就明白这个道理。走吧。鬼鬼祟祟的，干嘛呢？快看，文汉卿跟一个女的，那女的气质不错的样子。哎，你觉得会不会是文汉卿的女朋友？不可能。为什么呀？我觉得他们蛮配的。算了吧，突然不饿了，回去点外送吧。啊，都来了。你能听我说吗？说吧。我真的没想到你们会结婚。为什么？你们看起来不搭。事实就是如此。没事的话，以后不要再联系了，不太合适。汉卿，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把话说完而已。汉卿，这些年来我从没忘记过你。那抱歉了，这些年来我从没想起过你。如果今天来只是不是为了这件事儿，上学时我就告诉过你，我不可能喜欢你。伊万，你知道吗？知道什么？他知道你喜欢他吗？迟早会知道的。没事的话，我去上班了。请信。来干嘛？刚才为什么走掉？你爱吃的红丝菊蛋糕。又没叫我留着干嘛？
方慧的先生过世了。啊？他什么时候结的婚？大学还没毕业就结婚了，家境悬殊太大，所以没公开。造福年前的时候，因为冲浪意外过世。难怪他结婚的事妈没人知道。那他找你干嘛？该不会是想让你帮他找工作吧？不是。那会不会是他想看看我们俩是不是真的结婚了？你怎么突然变聪明了？你该不会是后悔了吧？后悔什么？后悔太早结婚了吧？现在你的白月光回来了，想让我给他让位？你干嘛？要是被人看见了，会说闲话的。你刚说什么？给他让位？你想干嘛？我们好像还没试过。在办公室。你要死的就是这公司！说错话就要接受冲吧。你混蛋！这讨厌的男人，还让不让位啊？我又没说错。那你以前不是很喜欢他？万一看他这个样子，心软了，后悔了怎么办？谁跟你说我喜欢方慧？你不喜欢他，为什么跟他在一起？海清，我喜欢你。抱歉，我不喜欢你。你喜欢林婉你，但他不是跟沈一然在一起了？就算沈一然出国了，他们一定还有联系。关你什么事？其实想知道林婉你是不是喜欢你，很简单。我有个建议，要不要考虑一下？什么建议？你假装跟我在一起，不用公开，让大家知道就好。如果林婉你面对你不自在，或者躲着你，他一定喜欢你。到时候你再跟他解释清楚就好。哎呀，总比告白被拒，连朋友都做不成，好吧？我和方慧只是大家都这样以为，方慧不让我解释而已。就算你们是过去式，也不能否认过去吧，渣男。那你觉得我喜欢一个人会是什么样？我怎么会知道？我又没跟你谈过恋爱。你是没跟我谈过恋爱，直接嫁给我了。娶一个女人比爱一个女人高级多了。娶到我算提前了一来了，要不是爸爸妈催婚的时候你出现，哪轮得到你娶到我这么优秀的小仙女？别转移话题，你想东想西的，没想想自己。你有病啊！你喜欢我，你天天跟我吵，这叫喜欢的话，那你能追到女生，真是老天没眼。下次再这样对我，我真的不会客气。够了，已经1个小时了，快滚出去！再不出去就不像话了。衣服。文汉卿那个混蛋，该不会是喜欢我吧？也正常，我这么讨人喜欢。文汉卿，跟你说什么好事？笑得像发花痴一样。你怎么用这么多卫生纸啊？感冒了吗？有一点。找我什么事？卢漾说今晚请我们吃饭，好久不见了。毕业后的确很少见面了，下班后一起去吧。好，那你自己多保重身体，我先去忙了。怎么还没回来？晚点睡上。晚上家人有约，你自己解决吧。今天越看你越觉得不对劲，日是不是有情况？
哪有啊？这么明显吗？真的有情况啊！快跟我们说说，到底是怎样的男人能让邻家大小姐看上？快说。虽然他人很讨厌，但不得不承认，长得还不错。还行，笑成这样，好像没见过男人似的。你不坦白哦，快点从实招来。哎呀，还不确定啦，就是他先来撩我，我打算先跟他玩玩。要是他真的喜欢上我的话，我就勉为其难把他收了。啧着恋爱的酸臭味，快熏死我了！快跟我们说说，他对你怎么样？是啊，这些年没见你谈恋爱，快说来听听。个性超差，天天跟我吵架，但衣品还不错，也蛮会打扮的，你有格调的，也不小气，会做饭，会做家事，讲的笑话他都能接得上。情商嘛，等一下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想到一个人。我也是，但是应该不可能是他吧？想到谁了？文汉卿啊，你身边除了他还能有谁？但是想想，你们俩应该不太可能吧？毕竟文汉卿这么多女生追，凭什么？就算再多女人追，最后还不是娶我呢？可见没哪个女人受得了他。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4人，3个都喜欢他。别忘了，我还是隔壁学校的，可想而知。是啊，跟文汉卿这么近，还对他完全不感兴趣的人，估计只有你了。所以我一直在想，到底要多顶级的男人才配得上你？快跟我们说说，他是怎样的人？等一下再跟你们说，现在还不确定啦。好吧，那我不逼你了。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先回去吧。那你们怎么回去？我开车来了，我叫代驾，我在这等你抢。好，那我先走了啊，回去路上小心，到家发个消息。先走了，拜拜。走啦，拜拜。我在门口。傻笑什么？这什么态度？刚刚还幻想觉得你人不错，想什么呢？这是付费内容，1分钟5块，请付费收听。打算听多久？你要是讲说，我就一直听；要是你先走了，墓碑上放个2维码，我继续给你扫。咒贼先走啊！开玩笑的，要是你先走了，我会处理好你的后事。下去陪你，不然像你这样好吃懒做的样子，下次要吃什么喝什么。那要是我先走了呢？你就找个人好好待你，脾气不用改，想发就发。你要是敢找那种连你的小脾气都忍受不了的男人，别来气我啊！想笑就笑，像便秘似的。这男人怎么长得张嘴？哦，对了，吃饭了吗？没吃，孤家寡人，一个人怎么吃？怎么这么酸呢？想吃啥？我陪你。去老街吃煲仔饭。好。你要买鱼啊？哇，好丑啊！这是呆呆鱼，很受欢迎的，近看其实很可爱。它还有个外号叫碗泥，能长这么大，心情好时，你可以在它身上贴点小水钻贴纸，或者大红花也行。不过脾气有点差。你这么一说，好像看起来真的没那么丑了。你看，很粘人的。就要这个，我看一下。啊，
你要买啊？哎呀，我觉得呀，他脾气不好时，跟你好像放办公室养着。你说他跟我像？晚礼公主殿下，脾气像妈妈。老板，这个我要了，我也要放办公室养，就叫青青。送你们一只寄居蟹吧，也很好养吧。谢谢老板。拿好哦。哎呀，这么多年了，还想念这家。头彩发来了。同学，好久不见了，大学毕业了吧？毕业好多年了，毕业这么久了，感情还这么好，是不是在一起了？结婚了。真是的，到处炫耀。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跟我老公也是国中同学，你们先吃，我去忙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是什么时候吗？高中毕业同学会吧？我怎么不记得了？那时候啊，你说要抄近路回家，结果没想到在校门口你就迷路了，还疑神疑鬼的说有人要暗算你，我就跟在你后面想看看怎么回事，结果你还打了我，为了赔罪就带我来吃煲仔饭。还敢说这件事啊？那时路多黑呀！你拿个手电筒出来做鬼脸吓我，打你就是活该。婉妮，我爸来接我呢，要不我们送你一起回去吧？不用了，我知道有条路离我家很近，你先回去吧，拜拜拜拜。如何？今天同学聚会开不开心吗？开心。走。没事，不用怕。要相信科学，没有鬼也没有坏人，只是天黑了点而已。大哥，我有传染病，浑身都是病，我还是人妖，放过我吧！文汉卿，你吓我，很好玩是吧？不是，看你一个人走，怕你有危险才跟过来。我看你就是想吓我。打了我得赔罪，请我吃煲仔饭。想得美！想什么呢？我看你了吗？你在家这么看我的时候啊，通常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我洗钱净让你亲，第二种呢，找死啊你！这么多人呢，真好啊！好在哪？我都没谈过恋爱，就直接结婚了。你在遗憾这个？不值得遗憾吗？他们呀，先结婚再说吧。我们认识都10多年了。我才20多岁，你一个人就占据了我10多年的时间。算了，估计是老天爷看你作恶多端，派我这个善良的小仙女过来拯救你。喂，我的六常！哎，不是了，小仙女不是很大方吗？跟我抢什么漏肠？呸！你这混账，还给我！喂，你真的要带她去公司？不然呢？她一个人多孤单，对不对，婉婉？培养感情最重要的就是陪伴。亲亲，姐姐带你去公司看漂亮小姐姐，好不好呀？这么亲热？当然啦，亲爱的龟儿子，不然叫什么？小王八呀！借台发挥，想叫谁呀？答应的人就是喽。不是，
哎呀，爸爸好凶呀！圈圈，我们快点走，不然等一下就要变成小王八汤了。你想帮我补身体，不用等到长大。我想食堂阿姐应该也接受自带食材吧。青青，你可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们家那个万年啊，才应该做成牛蛙包。怎么叫我们婉婉呢？你跟文汉卿对着干，他买青蛙，你就买乌龟。不过你这次的预判怎么这么准呢？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学我？他应该没这么无聊吧？他的青蛙好像叫婉婉，他不会是在指桑骂槐吧？哇，我这个还叫锵锵呢，巴西的小王八。惨了惨了惨了！你们的战局已经升级到这个地步了，我们云红还有救吗？小二，是不是工作还不够多呀？我这里还有。唉，我在楼下餐厅，可以见一面吗？我有话跟你说。公事来公司谈。私事呢？你要是不来，那我只能亲自去找你。还敢威胁我？进就进，谁怕谁？都是你爱吃的。说吧，找我什么事？送你的。等等，我先问清楚，我们现在是以同学的身份在聊天，对吧？也就是说，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影响到金峰射击案，对吧？当然。好，那我就直说了。沈毅然，我们当初是什么状况，你心知肚明。你为什么不答应做我女朋友？我哪不好吗？不会吧？我以为我做的已经够明显了，你个人打补才来找我的吧？就算我要找男友，也不会找你这样的，拿别人的真心换你们无聊的赌注。那你不想知道我为何选你？不然呢？我就是倒霉嘛。但如果我输了，我就要把我限量款签名篮球送出去。这样吧，我租你2天。本小姐很高贵，你不配。那就这个学期结束前，我帮你写物理作业全都包了。我跟文汉卿可是并列第一。光写作业还不够，你得帮我补习。如果我成绩没提高，我就把真相告诉大家，你卑鄙无耻的样子将会公之于众。但我记得你物理好像才20分吧？要你管，就这么办了。唉，不过是合约，又不是正式流程，我们之间也没感情。但人是会变的，难道我不能因此喜欢上你吗？好，先不提感情深厚的问题，你再次见到我，发现忘不掉我的点，该不会你觉得这女孩好特别，她不理我，想看她爱上我，为我着迷的样子，来为我光鲜亮丽的感情履历上自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你该不会是这么想的吧？你就这么看我？一个会因为别人开玩笑的话就跑到我面前跟我说喜欢我的男生，你要我怎么看他？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还觉得我会理你，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从头到尾我都不喜欢你，你不要再来招惹我，因为我这个人没什么素质可言。你的脾气跟以前一样，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哇哦，你的把戏跟以前一样，没进步，老套。你跟文汉卿什么关系？关你什么事？据我所知，你们读同一所大学，现在又在同一家公司，难道你不知道他喜欢你？像我这么活泼可爱、聪明优秀的女孩，她喜欢我有什么奇怪？那我追你也是我的自由。你跟文汉卿吵了这么多年，总不能把我这个对你好的人拒之门外吧？你对我好，不说你帮我补物理，一塌糊涂，说出国就出国，害我被嘲笑，说我被你甩了，这笔账还没跟你算呢。
信不信由你。虽然只有3个月，但跟你在一起时候很放松，很开心，那是其他人没给过我的。沈依然，你这个话17岁的我都不信，更别想讲27岁的我。换个人吧，我们不合适。安青啊，文德中学要100年校庆了，我再次邀请你以优秀校友代表为新生演讲，你可别像以前一样拒绝了。沈依然都答应了。好的，我会准时到场。敢挖墙角。文德中学校庆要到了，听说这次请来了杰出校友回母校演讲。都有谁？文汉卿。校长每年都会邀请文汉卿，他不是都拒绝了吗？这次怎么答应了？听说沈毅然也会来。哇，这次能看到2位学神，太棒了！对了，听说方慧也会回来，她也会去。方慧，你们都去吗？结束后我们还能办个同学会。去。我倒想看看这狗男人要干嘛。哎，上台致辞这种事儿，你不是一向懒得去吗？怎么这次非要去啊？这次不一样，台下有我在乎的人。不对，你这状况太不对劲儿了。何出此言？我来帮你分析，这行为像什么？就像孔雀开屏，释放男性荷尔蒙的雄性生物。可以这么理解。有状况？什么时候的事？快跟我说说。很久了。那为什么现在才开始求偶？会不会是我以前表现的不够明显？你这样我很慌哎，滚吧你，贼会看上你啊！那你打算怎么办？这么难撩的姑娘，连你都搞不定，她眼光得多高啊！眼光？她眼光烂透了，连沈毅然都看得上。你不会是喜欢上有夫之妇了吧？这么酸溜人的。没事的话就快滚吧，不然我在你浴缸里倒猪饲料。婉妮，有个大瓜，要不要听？我先说清楚啊，你要是敢浪费我时间，我一定跟你没完。文汉卿有个喜欢了很久的女人，他跟你说的？天哪，这么多年我从没见他喜欢过这样的女人嘞！你看这个花心大萝卜，看起来像这么专情的人吗？凭他这张脸，女朋友比我们公司文工还要多。天哪，太专情了，我的心都要碎了。他跟你说名字了？那倒没有，但一定是他的同学，不然他干嘛那么紧张上台演讲？哎，你们不就是同学吗？校庆你去不去？去的话告诉我到底是哪个，我怀疑是个有夫之妇。你哪来这么多消息？是不是自己乱猜的？男人的第六感一向很准的。多花点心思在工作上吧，别整天像个八婆一样。哎，不是吧？这瓜还不够制爆，刚出炉的耶！已婚女性，高中校友，求而不得。最近回国，这不就是在说方慧吗？晚上想吃什么？吃就知道吃，胖死你算了。佛跳墙，原汁原味那种，路边小店代加工。不要。玩你啊，雪儿。你说一个男人本来不想去，突然又去了。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如何判断一个男人到底喜不喜欢你，还是上次那个男人喜不喜欢你，很明显的好吗？你们相处的如何？有求必应。
那他对其他女人呢？好像没见他身边有过其他女人。还问什么？他一定喜欢你。不会吧？怎么不会？男人是不会在自己不感兴趣的女人身上浪费一点时间的。所以文汉卿暗恋我多年，求而不得，决定在演讲台上展现魅力。怎么可能？我们都结婚了，算什么求而不得？那怎么知道一个女人喜不喜欢一个男人？你不喜欢他的话，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去想他吗？这工作不够忙，还是手机不好玩？这就算喜欢？那我岂不是在意文汉卿很久了？天啊，你自己听听看，你在说什么啊？哎，算了算了。林姐，下班了，我先走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拜拜。回来了，打电话给你，问你到哪儿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眉形换了，更柔和，没晃没疯。这你都看得出来啊？你真的做了佛跳墙啊？不然呢？还买了专用砂锅回来。依我看，上辈子欠了你这个小贷主的。我的一举一动，你都这么留意？不然我有第二个，老婆要照顾。坐下吃饭吧。快吃吧，要凉了。好吃哎，文汉卿，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不过啊，你家境这么好，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问问你，你刚才在红螺寺许过什么愿望？我想当设计师，最好能找到会做饭的老公。婉妮，你还不如直接找个厨师好了。你也快去学学吧，不会做饭的男种娶不到老婆。就是。那时候有人跟我说不会做饭的男生娶不到老婆，所以以后得找个会做饭的。他还挺有远见的嘛，跟我一样，我当时在红螺寺许的愿望就是这个。文汉卿，你当时在红螺寺许下的愿望实现了吗？实现了。你许的是什么愿望？干嘛要告诉你？切，小气鬼！等有空了，我们就地重游，去含院吧。最近很忙，得等到休年假的时候。不过如果我们一起休年假的话，会不会被人家在背后说闲话？想太多了。也是，就算我们躺同一张床，他们大概也会以为我们是打上去的。哎，你觉得我们两个真的这么没戏吗？吃饭吧。你不是要赶稿吗？什么稿？武宁说你想回母校，不先准备稿子吗？我需要稿子？看不起我？啊？我去看看金峰传来的意见。让你见什么真正的实力，沈毅然算什么东西？
大家好，好久不见。哎呀，沈大才子来了！沈大才子这次也被邀请回母校参观呢。那天我们要不要一起参观教室？说起来，好久没回母校了，我逝去的青春啊！子弹过得真快啊！以前上学的时候，数学跟物理真的快把我逼疯了。以前林婉你是倒数，后来突然突飞猛进，不知道在哪补习的。这个林婉你成绩时好时坏，再往下掉就得重读了。林婉你叫我……这次排名下滑，姬总没打稳，火习也没用，我帮你补习吧。文的，你是说你帮我补习？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心？就当我上了大学，少了你这个吵架的对手，很无聊吧？喂，不是就放弃啊？林婉你，这样可不行，要不要试试看，看我能不能带你飞？谁说我要放弃？你可别后悔。时间过得真快，想当初我被物理折磨得不成人形，转眼间都快30了。你不是说自己永远18吗？不会说话就闭嘴。文汉卿，那时候要是你没帮我偷偷补习，我过的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对了，那时候你为什么要帮我补习啊？你真的想知道？当然啦。还记得那时候我跟你说的理由吗？不想少了我这个抬稿搭档。你知道弦外之音是什么吗？因为不想和你分开，所以熬夜帮你整理笔记，帮你把成绩补上去。幸好你也很争气。文汉卿，学霸，吻你。好久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你也是啊。我妈好像大2时见过。是啊，那时候还能常站的见面，后来大家都工作了，都忙了。唉，沈毅然刚才也进去了。学霸，你可能得先进去准备了。文德中学的同学们都去大礼堂了。那我先进去了。那我们也去占位置吧。走吧。你们俩真奇怪，以前天天吵架，现在反倒感情越来越好了。依我看啊，好歹知根知底，反正都未婚，不如考虑一下彼此。你跟文汉卿吵了这么多年还在一起啊？现在他又是你老板，眼前的金龟婿不要，你不会还在想沈毅然吧？哎呀，我早就说过了，我对沈毅然一点意思都没有。哦，那你的意思是，你对文汉卿有点意思？就这一点点啦。一点点？我看啊，有这么多呢。讨厌了，走吧。还是到了这里才有感觉啊。在找人。沈总，除了金峰设计案之外，其他事不必每件都说明吧？我发现你真的是阴魂不散呢。10年前这样，10年后还是这样。都10年了，你还是赢不了我，难怪你这么不甘心。我只是因为出国了。文汉卿，不出国就能改变什么？你们两个聊得真开心，聊什么呢？没什么。快请坐。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校长周华斌先生上台致辞。尊敬的各位长官、各位来宾、各位校友、亲爱的师生们，大家好！
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母校100年校庆。今天我特别邀请了2位杰出的校友代表，文汉卿和沈毅然。这2个人真的太强了，完全没走样。看看我们自己，你的啤酒肚跟孕妇一样，看看人家男神还知道管理身材。你们算了吧，还是羡慕完你。一个是初恋男友，一个是初恋男友，一个是吵架搭子，分小说里不就是女主角吗？我拿的不是恶女配角吗？方慧，女神，好久不见啊！还是这么漂亮，有气质。谢谢。你真的好幸运。玩你说这世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风水轮流转呢？你指哪方面？各方面来看，现在的你，光是文汉卿太太的身份，就已经够让人羡慕了。何况，台上的2位男士都与你有关。我不需要他人羡慕，只想活得开心自在。他人的眼光和赞美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比起成为文汉卿的太太，我更希望别人提起我是设计师林婉妮，凭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不想依靠任何人，成为被羡慕的人。你能这么轻松说出来，不就是因为你已经拥有了？当然可以说不在乎。各位好，我是文汉卿，又重新站上了这个讲台。本来今天想照稿宣读，谈谈近期的成就，或者是感谢母校的栽培，但我觉得这些大家听太多了，也看太多了，不如今天我们开放提问。真的可以提问吗？什么都能问吗？不礼貌的问题恕不回答。好，现在开始提问。啊，那位戴眼镜的男同学。学长，可以这样叫您吗？可以，但我觉得好像有点占便宜。那么学长，您毕业这么久了，听说您的成绩在校园仍是神话一样的存在。我们想请问您是怎么学习的？有什么罩门吗？傻子哪有什么罩门，整天在家打电动。这个答案可能会被打，但我还是想认真跟大家说，学习啊，专注力最重要。上课时认真听，下课尽情玩。学长，那你怎么看待早论？好期待他的答案。对呀，他会怎么说？爱是人的本能，人本来就有七情六欲。我不料霍倩青春期喜欢上一个人，是可耻的，可耻的。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但我的建议是，不该在未来未定的年纪潜意对方许下天长地久的承诺。至少你该有计划，有决心，如何与对方走下去，这是一个爱人该有的责任。这位同学，那位学长，您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有爱过人吗？我当要爱呀，他这真敢问。当然有。那您后悔过吗？你这问题啊，明巧妙的。但我的答案是从不后悔。哇，我喜欢他是我自己的事。为了能和他在一起，我付出过很多努力。
我也感激他出现在我年少时。文汉卿是个混蛋，回我还有点喜欢他，结果还得在这个时候听他跟方慧告白。那您遗憾吗？如果再来一次，您会后悔当初的决定吗？去哪？上厕所。你不想听他说完吗？大家好像误会了，在你们这个年纪，我也曾爱过，而且现在还爱着。我不遗憾，因为我会尽力去争取，并且小心翼翼地靠近，不后悔。曾经不够勇敢，因为我一直都在他身边。那您的意思是，您还跟当初喜欢的女孩在一起吗？她现在是我的太太，也是我们公司的设计总监林婉妮小姐。老婆去哪儿？什么？太太？都来啦！沈依然和方慧他们马上就到，跟校长有事商量。嘿，不管他们两个，但是有2位得跟我们老同学们好好交代清楚。抱歉啊，没公开，是因为我和温妮还没办婚礼。那你们什么时候办酒？可是说不打算办了。只要婉妮点头，我们就办。到时候会邀请大家吃饭的。我去趟洗手间。哟，学神，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温柔了？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你们在家会吵架吗？3年了，不去当地下党，真是浪费了。别欺负他了，不然呢，他可得跟我分房睡。你今天这些话，是不是故意说给我听的？你就这么怕我缠着你？你想多了，至少不会是因为你。你还真是心硬如铁。我听说圈子里有很多人帮你介绍对象，为什么不试着去接受其他人？至少不用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起点上，觉得自己人生路上全是错误，陷入怪圈。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世俗定义的成功没那么重要。你和婉妮真的很像，明明都有了，却说那东西不重要。事实上，如果没有婉妮，我或许没有，也许没有婉妮，也不会是你。我不敢说，如果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婉妮，我会不会喜欢上其他女生？但方慧，如果我有一丁点喜欢你，我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一错再错。所以本质上跟婉妮无关。怎么会无关？大家都说我们很配，但我才是当事人。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初你不喜林婉妮，而是喜欢我，那我的人生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做出选择的都是你自己，你不该把人生的每一次选都怪罪到别人身上。你怎么在这？你偷听我们讲话？抱歉，这是吸烟区。你什么时候知道他们结婚的？不久前，我刚回国的事，在超市遇见他们呀。你别跟我说你今天才知道，看来你比我想的还要糟糕。我从未得到过文汉卿，你是得到又失去。那你要失望了，林婉你从未真正的跟我在一起过。什么？只不过是我跟人打赌追他，被他发现了，他抓住了我的把柄，逼我帮他写作业，顺便补习，糊物理而已。不过没多久，我就被家里送出国了。你就不该出国。你这迁怒的也太没道理了吧！你们到底喜欢林婉妮什么？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没有固定道理。林婉妮没你想的那么糟，而你也没你以为的那么无可替代。
走了。喂，你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站住！就在这说。就像我说的，我喜欢你，一直都喜欢。你干嘛？我喜欢你，这么让你难以接受？你喜欢我什么呀？哪都喜欢，喜欢你，需要理由吗？不是你自己说的，你聪明美丽，可爱善良，宇宙第一大美人，娶到你是我祖上烧高香了。便宜你了，娶到女神了。喂，回应一下嘛，这是什么意思？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问吧。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从你吃烤肠还叫我别扣你分的时候。同学，你迟到了。天的，你别扣我分，我出来是帮老师拿东西的。你干嘛？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烤肠啊？人家都是因为颜值高啊，一见钟情，为什么到我这就是因为喜欢吃烤肠？因为你可爱啊。当时微风拂过，夏日长明，我就这样遇见了你。很平常的时间地点，但因为遇见了你，所以赋予了浪漫的意义。这个讨厌鬼，干嘛突然告白啊？还说得这么动听。然后呢？你就是因为我可爱，所以喜欢我。你这审问还是不敢相信？你这是告白的态度吗？年少懵懂，还不知道情为何物的时候，想到甜就想到了你。对爱情的第一个理解。然后呢？然后我看着你喜欢上了别人，生气、愤怒、心有不甘。我对爱情的第二个理解是嫉妒。后来我看着你哭泣、难过、萎靡不振，我觉得好难受，比嫉妒还要难受100倍。最后我明白，爱情中还有守护。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是转到文德中学遇见了你，所以我问你，文汉卿，迟来的告白，你还满意吗？想笑就笑，别憋坏了，憋出什么毛病？干嘛啦？你这个人真的好讨厌。给句准话吧。你想听什么话？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没点别的感觉吗？别点反应啊！很开心的。文汉卿，你不觉得你追我太轻松了吗？直接跳过了正常恋爱流程，是不对。追你可不容易。那只是你觉得，卖恋是你的事，在我看来，只有你天天逗我。所以呢？所以，你从现在开始不再是我丈夫，你现在只是预备役男友，俗称备胎。你得用心追我，我才勉为其难的考虑看看，再跟我求婚，再准备婚礼，这才是正常的流程。对，就是这样。今晚你去客房睡。不要，我可以搬到客房睡，但是今晚没人抱睡觉，半夜渴了谁倒水给你？肩膀空了，谁帮你捶背？对不对？你说追求嘛，又不耽误，我照顾你。你见你东西那么多，搬来搬去多累啊！客房里全是你的囤货，对吧？那还不是便宜你了，看你表现喽。好，感觉如何？不怎样。管你，你骗人！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看你往哪跑！我不拐，就是不能跳过正常的恋爱流程。
气氛这么好，而且今天是我重新追你的第一天。对啊，所以这也是我给你重新追求我机会的第一天，好好珍惜吧你。你怎么坐林婉你旁边去了？林婉你旁边去了，那边阳光太刺眼，难道不能坐？你们俩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有啊，真的没有。平时不是总唱反调，今天怎么这么顺利？今天这是怎么了？就这样吧，那就玩你。等下你去接待沈总，把我们现在这个案子的进度跟他详细解释一下。明白。那就这样，散会。沈总，我们开始吧。好，请坐。目前就是这些问题，辛苦你们了。我等一下还要开小组会，就不送沈总爷，您慢走。我送沈总吧。沈总，沈总今天是临时起意吧？何出此言？没带秘书，那是不是要我称赞你一句明察秋毫？不必了，最好更远点。如果不忙的话，要不要喝一杯？大白天喝什么？因为觉得跟你不是喝咖啡的关系。校庆上是故意说出来的吧？难得校庆，又是我们母校，说一句也不奇怪。结婚多久了？毕业没多久吧。这么快，我怎么看不出林婉妮喜欢你？你们该不会是契约婚姻吧？你不会是自己得不到就恶意揣测别人的关系吧？你们还真会演戏，瞒这么久。我说你喜欢一个女人这么久，沿途那些风景不后悔吗？如果每个人都能当风景的话，一年四季还不够你演。在我心里，只有林婉你才算风景。不得不说，林婉你确实是个有趣的姑娘，不然也不会让我这么着迷。警告你，林婉你是我妻子。看你这反应，林婉你该不会还没答应吧？迟早会答应的。回家吧。你怎么还没走？你哪次加班？我先走了。那你以前不是都说在忙吗？忙得这么准时，陪你一起下班。好了，别憋笑了。你干嘛啦？你这样是追求者该有的态度吗？那我该用什么态度？哎呀，犯规了啦！怎么还耍起流氓了？那你刚才对沈依然可温柔多了。不是啦，你这是在吃飞醋。我刚才离沈毅然至少5米远。但我喜欢你很久了。你现在说喜欢我像喝汤一样自然，不对，你说你早就喜欢我，那你还跟方慧在一起？
果然，男人的嘴都是骗人的。我跟方慧只是谣言了。谣言？人家方慧可是亲口跟我说的。他跟你说我们在一起了？反正话里话外就是那个意思。他还说你老看他呢。不是，怎么可能呀？如果我喜欢他，我就跟着他了，怎么还会天天跟着你？哎呀，夫唱妇随嘛。是啊，古有王宝群挖野菜，今有文汉卿追晚你，我们都是爱情脑。哎呀，够了啦，回家回家。哎，外公外婆想我们了，这周末回去看看他们。好呀，我也想外公外婆了。哎，阿青，外婆。哎，好好，就等你们呢，快来吃饭。外婆，最近身体好吗？外婆好，我陪你们准备的房间，去看看吧。不喜欢的话再换就好。怪不得要带我来这，原来在这里等我呢。文汉卿，你这个心机男！结婚那年买的，后来没留宿，估计特意搬出来的。真舒服呀！喂，文汉卿同志，我严肃的告诉你，你现在的身份就是一个追求者。尊贵的客人，这个手法还满意吗？还不错吧？我们这边工时的话是80块1个小时，挺便宜的，扫点你。不支持手机支付。你该不会是想肉虫吧？也没那么严重。不过你要是喜欢的话，也不是不行。这就受不了刺激啦！我这血气方刚，你懂什么呀？阿青，你小时候都在这做什么呀？小时候想出去玩，长大了想进去玩。坏东西，这么小气呀！都3年了还小气。看来你都没好好参观过。冤枉我了不成？我们这不是做了这么多年陌生人吗？俄语都说了，闻故而知新。文老师又上线了，这次打算教我什么呀？你教授不说了吗？建模型的时候要丈量好尺寸，打好地基，不然就前功尽弃了。你枕边人的尺寸看清楚了吗？就这么一定量，还要丈量？看来得让你知道，乱说是要付出代价的。舅舅，出来玩！舅舅，出来玩！快开门啦！快去啦！你这样我怎么开门？你先坐一下，我把他们打发走，马上回来。舅妈要睡觉了，下午再来吧。舅舅说什么？舅妈要午睡，那我们先出去玩吧。终于没人打扰我们了。妈妈，帮我留点零食，我出去玩啦。舅舅说舅妈要午睡，门都打不开，叫我们下来。哎呀，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还来吗？来你个大头鬼啦！阿青，吃饭了。快坐。你的外甥呢？你是村里的那些孩子？外公以前教过他们的父母，如今他们上学了，家家户户到了教师节都得送点礼，尊称一声舅舅罢了。汉卿的父母常年在外经商，所以呢，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当年他功课好，又有出息，大家呢就把他住的地方
当成状元府了，哈哈，常常跑来沾沾喜气，还带着孩子来，幸闻状元的味道，为的就是来年考个好成绩。这么说来，我就是状元夫人了。突然觉得好威风啊！温妮呀，你跟阿青结婚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办婚礼呀？阿青的父母过段时间就要回来了，他们也想参加你们的婚礼呢。哈哈哈，我们再商量一下时间。我们再商量商量。好，吃饭吧。谁准你乱抱我？你还没追到我呢。喂，不是吧？都开始想我们的婚礼了啊？还不是外婆。喂，文汉卿，你这个坏蛋，故意给我下套是不是？天地良心，我真没故意让外婆说这些。谁知道呢？突然带我回来，别说没其他目的。汉卿，听说你回来了吧？能见个面吗？有些事想问你。哟，压人相邀呢，还不快去？我没说要去啊。我又没阻止你。我跟方慧真的没什么的。哦，什么都没有，骗鬼。那时候其实是为了你，我才和方慧在一起。为了我？因为我想知道你喜不喜欢我。然后方慧说她有个好建议，所以你故意跟方慧炒绯闻，就是想看我的反应。哟，原来还有这招啊！那你跟沈依然也没什么区别嘛，求而不得。什么求而不得？沈依然，你还有什么瞒着我？你为了物理作业跟他签合约？他自己赌输了，求我的，没办法。你知道啊？我还以为……你以为我被卖了，还帮人数钱啊？还说我坏，你比我还坏。文汉卿，这些年你不会一直为了这个吃飞醋吧？难怪你之前对沈依然那么敌视。原来是这样。好啊你，现在才告诉我，看我怎么教训你。万年，哎呀，好气！我不管，你得补偿我。厉总，我真的不喜欢你，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放了你，那我跟谁玩？这场游戏从一开始就不是你说了算。不要嘛，禽兽，我都怀了你大哥的孩子了。不错，一瓶收下。变态！哎，我的手机！外公外婆，我们先走了，有空再回来看你们。好好，一路顺风啊！小心点。快回去吧。这孩子长大了。是啊。怎么了？舍不得啊？我只是觉得你好幸福，生在充满爱的家庭，不像我。你爸只是方式不对，他其实还是很爱你的。算了吧，他一直认为我是他人生的失败作，小时候觉得我丢脸，长大后更是看不起我。我们登记那晚，你爸跟我聊了很多，他说他不知如何与你相处，总是说些侵害你的话，还要我对你好点。他从不向任何人低头，他居然会跟你说这些。无论他初衷为何，伤害了你，就是他错，我不会为他辩解。小文同学，挺有觉悟的嘛。小林同学，
我带你去个地方。什么地方？小心脚下。我是讲解员文汉卿。17次的林婉你是我在文德中学遇到的第一个同居。我记得操场上篮球落地的沉闷声，也记得微风过后他从日光中走出，一步步走向操场，直到我和他在转角相遇。他抬眼看向我的那一瞬间，我的心跳都快停止了。我想，我大概是喜欢上他了。那时，文汉卿就在想，这世上怎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18岁的文汉卿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他想一直见到林婉你。19岁的林婉你有了一个小梦想，他想成为一个超级厉害的设计师。19岁的文汉卿也有个小愿望，他想亲眼见证他的梦想。20岁的林婉你对文汉卿说：哇，我真是个冲红大亮的姑娘，居然还敢理你。20岁的曾开也这么觉得，他也理我，就你闹10年。我脾气不好，嘴笨，不会说好听的话，固执，认死理，心眼小又倔，难搞又龟毛，挑剔又嘴刁。多谢善良的婉你一直包容着我。21岁的林婉你踏上了设计师之路，见证他第一个作品的人就是我很荣幸。21岁的文汉卿有了人生第一笔资金，可惜白了。22岁的林婉你接到了他人生中第一笔订单，高兴的整晚都没睡觉。是帮一位女生借机单身公寓的订单。22岁的文汉卿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可惜一个雨夜里他们大吵一架。24岁的文汉卿跟林婉你登记结婚，怕他跑了。25岁的林婉你已是业界小有名气、充满灵气的设计师了。25岁的卞日琛为他骄傲。26岁的文汉卿太想念老婆，前最直接来云孔上班，照片一张一张变换，从此也开始了我们偷偷摸摸的小日常。照片在变换，更多的是林婉你早已忘记的过去和细节。在28岁尚未到来的时候，我想问一问林婉你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缺点一堆，至于优点，大概也没多少男人有。林婉你小姐，嫁给我吧，我愿意。你答应我的求婚，可不能后悔哦。文汉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后悔。汉卿，你在哪？怎么了？宋博君那酒馆，邀请我们一起去。
从昨天到现在传了一整天讯息，没人理我，你们在干嘛？那个，我们等一下就去跟宋博道歉，抱歉啊。宋博也要结婚了，可惜新娘不是诗月。还好，你在我身边。你喝不了这么多，还和我喝，太开心了。我去帮你擦擦脸。清风的案子定了，你马上可去休息了。休息的时候想做什么？这样看我干嘛？忙完了就想跟文汉卿先生结婚。那么林小姐，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呢？童话闷铃般的婚礼，最好是小王子来迎娶，小婉巫女，你觉得怎么样？好呀。你怎么都说好呀？自己都没想法吗？小婉巫女殿下说了算。那我的捧花要小蘑菇造型，万一送不出去，还能拿来煲汤呢。你知道的，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结婚。略有耳闻。你能娶到我，算你有福气。我一直都这么觉得。文汉卿，我在。谢谢你这么坏爱人。虽然我不懂你们年轻人的婚礼，不过还蛮好看的。文汉卿那小子赚到了，孩子，你一定要幸福啊！汉卿啊，你是个好孩子，我相信文妮，也更相信你，你们一定会幸福的。爸，您放心吧，我们一直都很幸福。爸，文妮，不哭，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不哭。小婉巫女殿下，再哭就不跳了啊！现在我可以吻我的新娘了吗？不要一个！大家一起来拍照吧！来，祝福新郎新娘新婚快乐！哎呀，有人跟你抢镜头啦，小汉。没关系，反正你是我的人了。再拍一张，来，再来一张，我要一个。哎呀，好甜蜜啊！